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叫王伟，今年36岁。有一天，妻子说她要加班，叫我去接儿子回家。正好我这段时间工作不忙，便和领导打个招呼，提前下班去了儿子的小学。现在还不是下班高峰期，一路上畅通无阻。想不到我来早了，儿子还没放学，无奈我只得在学校门口的遮风亭等着。遮风亭还坐着几个上了岁数的阿姨，她们也是来接孩子。为了打发时间，正闲聊着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孙子说他同桌长得像王磊的爸爸。小孩子就喜欢说玩笑话，我怎么会当真？一开始也不信，谁知那天早上我碰巧看到了王磊的爸爸。他们一家虽然住我们小区，可王磊爸爸在国外做事，平时很少回家。没想到他还真的和我孙子同桌，长得一模一样。一个微胖阿姨说道：“还有这事？”另一个穿着绿裙的阿姨一脸惊呼：“我老胡从不说假话。”微胖阿姨拍胸脯说道：“对于这些无聊的话题，我听了觉得没趣，自动离他们远了些。”很快，我听到了下课铃声。刚刚说话的微胖阿姨就在我前面排队。让我吃惊的是，他孙子竟然就是我儿子的同桌孙海。平时我工作忙，几乎很少来接儿子，开家长会也没去过。微胖阿姨自然不认识我。我见过儿子班上的合照，知道儿子的同桌是孙海，因为平时他们俩关系最好。若刚才微胖阿姨说的话不假，那我儿子长得和王磊的爸爸很像。想到此，顿时我心头闪过一丝不妙，而且越想心越不安。回到家，妻子还没回来，我便问儿子：“盼盼，儿子乳名，你们班上是不是有个叫王磊的同学？”儿子点点头：“老爸，是的，前几天孙海还偷偷告诉我，说我像王磊的爸爸。当时我急了眼，说我是爸妈的孩子，怎么会像王磊的爸爸？”儿子说着说着，一脸委屈的模样，而我听了，身子差点瘫软倒地。看来此事十有八九是真的，怪不得儿子出生时一点都不像我。我身材高大魁梧，妻子身高也有1.6米，搞不懂儿子为什么从小就比同龄人矮一截。妻子解释说，儿子只是发育慢了点而已。现在看来，妻子很可能是在掩饰什么。想到此，我不禁怒火中烧。不一会儿，妻子回来了。她一回家就抱怨不断，说领导对她不好，给她安排的事根本做不完。我板着脸狠狠瞪了妻子一眼。妻子一脸不解，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进屋说吧，别吵到了儿子。我强压怒火说道。妻子仍旧是一脸迷糊，她一个劲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望着妻子一脸疲惫神态，本来我想发火，最后还是忍住了，尽量用平和的语气问道：“玉琴，妻子名字，你实话告诉我，儿子是不是我的？”妻子听了一愣，随即她摸了摸我脑袋，问我有没有发烧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在我看来，妻子的戏演得很逼真，我实在是做不到跟她好好说话，大声吼了一句：“儿子长得都不像我，你还问我怎么了？”妻子也来了气：“王伟，当年追我的人可不少，是你求着要我嫁给你，如今你却这样对我。”妻子说完，呜呜大哭起来。妻子说的不假，她很漂亮，当时追她的人不少，而我不过是个穷小子。妻子嫁给我确实是委屈了，看着她伤心模样，我也很难受。长叹一声后，我将今天发生的事告知王伟。王磊的爸爸长啥样我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和他有关系？再说了，结婚这些年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妻子含泪道：“这种事口说无凭，我自然不相信。不过妻子的话也有道理，
妻子是个贤妻良母，她性格温和，做事勤快，很会体贴人。这辈子能娶到她，是我的福气。所以一时间我纠结了，不知道该不该信任妻子。那几天，我和妻子冷战，谁也不理谁。妻子终于忍不住，她一脸委屈找到我：王伟，你既然不相信，那就去做亲子鉴定吧。这日子我是没法过了。这几天我也在想鉴定的事，既然妻子主动开口，我自然是同意了。为了确保结果准确性，我们做了包括妻子在内的3方鉴定结果。只是亲子鉴定要半个月才出结果，那段时间我们俩分床睡，形如陌生人，对彼此来说都是煎熬。有几次我去想妻子的卧房，想和她敞开心扉聊聊，可是一想起儿子的事，我就无法原谅他。犹豫一番后，还是走回了自己的房间。终于，鉴定结果出来了，我和妻子都迫不及待赶去了鉴定中心。妻子最先拿到鉴定结果，她看了后，整个人都崩溃了。只是她又细看一眼后，突然嚎啕大哭起来。见她这副表情，我长舒一口气，压在心头的大石头终于落地。我已经考虑好了，一定要和妻子离婚。不料妻子的一句话让我彻底傻眼：王伟，你看这鉴定结果明显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连忙从他手中接过鉴定结果。鉴定结果显示，我和儿子、妻子和儿子都没有血缘关系。这怎么可能？一时间，我和妻子都愣住了。若儿子不是我的，可也是妻子生的。按理来说，母子俩怎么可能没有血缘关系？带着疑问，我和妻子去咨询相关专家，专家姓刘，态度很和蔼。得到的答案让我和妻子都不淡定了。刘医生说，盼盼压根就不是我们俩的儿子。得知真相后，我一脸愧疚，看来是我误会了妻子。当着众人的面，我给妻子赔礼道歉。妻子一脸着急：王伟，先别说这些，当务之急是找回我们的儿子。刘医生沉吟一番后，说出了他的想法。他告诉我们，医院有时候忙不过来，可能会抱错孩子。听到这话，妻子猛拍额头：我记起来了，好像还真有这么一件事。王伟，我记得盼盼出生时，隔壁床上也有个妇人生小孩，我们俩几乎是同一时间分娩。当时我还和他开玩笑，说这2个小孩有缘。对，一定是医院弄错了。我连忙回道。经过一番冷静思考，我似乎知道了答案。玉琴，既然儿子像王磊的爸爸，那说明我们的儿子很可能就是王磊。妻子听了点点头，不过抱着谨慎态度。我们并没有去王磊家，而是先去了妻子分娩的医院。院长得知我们的事后，他神情严肃，当即保证一定会给我们一个说法。若证实是医院人员抱错了孩子，他们一定会走法律程序，给我们2家做出相应的赔偿。对于赔偿，我和妻子暂时没有考虑，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我们的儿子。也是我们俩幸运，当年照顾妻子的值班护士还在医院，她叫刘小丽。刘小丽回忆，当时医院里不够人手，她同时要负责好几个病房，忙得晕头转向的。这样看来，我们的孩子被抱错可能性大增。第2天，我和妻子都没有去上班，而是去了王磊的家。王磊的父亲名叫王汉，是个建筑师，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。当他听说我们的来由后，惊愕地说不出话来。王磊的母亲孙晓霞听我这么一说，也是一脸惊呆的表情，喃喃自语道：这怎么可能？过了好一会儿，夫妇俩才缓过神。王汉建议，若想证实此事也容易，2家都去做亲子鉴定。我和妻子正是这个意思。
当即表示同意。院长对此事很重视，他成立调查小组，专门彻查此事。等到的日子很漫长，不过这次和上次不一样，我因为心中有愧，对妻子尤其疼爱。平时我不爱干家务活，这些天我争着洗碗、拖地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破天荒帮妻子洗衣服。外人看来，我们夫妻俩很恩爱，我是模范丈夫。只是一想到儿子的事，我和妻子就吃不下饭，彻夜难眠。毕竟盼盼跟我们生活了7年，已经培养出了感情。若是把他送去别人家，心里肯定有万般不舍。而我们自己的孩子，却一天都没有给予他亲情关爱。到时候就算相认了，建立感情肯定也得需要一段时间。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，我们家如此，王汉夫妇也是如此。终于1个月后，鉴定结果出来了，结果证实盼盼是王汉夫妇的儿子，而我们的儿子是王磊。这时医院那边也传来了消息，他们通过对监控录像认真分析，证实的确是护士抱错了孩子。那天同时分娩的有几个小孩，医院忙不过来，匆忙中护士一时大意，把我们2家的孩子对调了。虽然我们2家都对医院的过错表示很愤怒，但事已至此，我们2家只得走法律程序。那天我和妻子回到家，看到活泼可爱的盼盼，不禁都流下了眼泪。妻子含泪对盼盼说出了实情。盼盼得知真相后大喊大哭，说我们不要他了。王汉家的情况也是如此，王磊哭闹着叫爸爸妈妈别把他送去叔叔家。为了孩子考虑，我们2家商量了好久，本来打算2家的孩子暂时不互换，给孩子适应一段时间。只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无法割舍，长痛还不如短痛。几天后，我们2家的孩子互换了。不久后，法院那边传话，经过审判认定，医院的过错抱错孩子是属于医疗过错。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，如果患者在进行治疗当中受到损害，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，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。最终，医院赔偿我们2家各20万。经历此事后，我们2家的关系开始亲密起来。为了给俩孩子提供适应期，我们2家经常来往，周末会在一起聊天聚餐。几年过去了，这一场风波终于平息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经历此事后，我们不仅找回了儿子，还多了一个干儿子，盼盼成了我们的干儿子。对于王汉夫妇也是如此，王磊成了他们的干儿子。最主要的一点，我深刻感悟到了夫妻间信任的重要性。穆尼尔·纳素夫说，夫妻生活中最可贵的莫过于真诚、信任和体贴。一段美好的婚姻关系不仅要有爱情，更要有信任。一个家庭要想幸福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夫妻和睦，而夫妻和睦的前提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、理解和包容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